嗯，战远的脸还红了，看他这样子，海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好奇地问道：他姓什么？哪里人？战远先往屋里望去，确定父母不会出来后，他才答到 X 省的 A 市人，父姓欧阳。X 省那么远的呀？海童啧舌，是老太太为了挑孙媳妇，竟然还会跑到 X 省去。哎，X 省的 A 市离 A 市远吗？隔离是不算远的，不过 A 市是省会城市。战远答道，他不太明白，大嫂怎么会问 H 市的呀？有朋友是 H 市的人吗？海童笑道，没有，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小军了。哪里会有朋友在 H 市呀？就是不知道听谁说起 H 市有个很古老的家族。战远哦了一声，说道，这个我不清楚，等我去了 X 省的 A 市后，可以帮大嫂打听一下 H 市的那个古老的家族啊。那个欧阳小姐你见过了吗？海童八卦地问道。战远摇头，奶奶只给我们相片，不会安排我们和真人见面，想见到真人都是我们自己行动的。奶奶给我的资料除了她的近照之外，还有几句话，就是欧阳小姐的嘴巴特别挑，但又爱吃家里的厨师，听说烧的菜都不合她的胃口。她家里现在又在到处招厨师啊，我想去试试。战远觉得奶奶真会给他挑老婆呀，挑了一个爱吃但又挑嘴的女孩子，不就是让他有机会展示他的精湛厨艺了吗？让他先抓住对方的胃，那样对方就跑不出他的手掌心了。那你去试试吧，妈说你们兄弟几个，就属你最喜欢做菜，你自己的生意也是与餐饮业有关的，相信你能成功应聘上欧阳家的厨师的。海童鼓励着小叔子，对小叔子是否能够应聘上呢，也很有信心。不说最爱做菜的老六，就是他家战印的厨艺，估计都能应聘上。那战家九位少爷目前在做菜这方面，稍差一点的就是老九了。老九还未成年，又是个高中生，处于学习最重要的阶段，那练习做菜的时间就少了很多。那老太太在刁钻，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打扰老九学习。老九学习压力是最重的，因为他上面8位哥哥都特别的优秀，都是考上了重点大学的。他要是考不上重点大学，觉得丢了战家的脸面。我是最喜欢做菜，也潜心钻研过各大派系的菜谱，但我做菜的本事跟三哥比差了点儿。战远有点担心自己会应聘不上。海童笑道，不会的，连你大哥的厨艺都不差，更不要说喜欢做菜的你了。你三哥已经很少露两手，他对做菜已经没有多大热情，跟你不一样，用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，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。老六，相信你自己。谢谢大嫂，大嫂这样说，我又有信心了。也是大哥做菜都好吃，我比大哥做的多，也更喜欢，更用心一点，想来不会比别人差的。他又投资的餐饮业，经常走南闯北，去品尝全国各地的美食，学着做各大派系的菜吧。有时候一道菜他要反复的做，力求做出最好的。就家常菜他也擅长，还有各种精美的点心呢。总之呢，凡是与吃有关的，他都喜欢涉猎。那拿下欧阳小姐的胃应该可以的，就是咱们战家的儿郎，自信心可不能丢了，相信自己啊，相信奶奶，奶奶给你选中了欧阳小姐，自是知道你有足够的本事拿下她的。你看她爱吃，但又嘴挑得很，你却喜欢做菜，能做出各种美味佳肴，简直就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那她的胃大概就是等着你去喂饱的了。战远脸红红的，大嫂，现在说那些还早了点儿，我还不了解她，不知道她性情如何。娶妻娶贤，主要还得看她的性情，为人处事，不仅仅是看外表的。外表吗？欧阳小姐不属于大美女，她是耐看的那种，越看越好看。她一看她的相片，就喜欢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
我说了让你相信奶奶，奶奶给你们挑的人选不会差的，奶奶肯定是考察来考察去，才会定下来。不过你还是要了解她，那毕竟是你要娶老婆，是你要和她过一辈子呀，总要你了解她，相处得好，能有共同的话题，一辈子相伴才不会寂寞。战远恩着，他就是打算利用当厨师的机会，接触欧阳小姐，了解她吧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让她爱上他。大嫂，欧阳小姐的事，你不要告诉爸妈，谁知道我能不能追到欧阳小姐？万一没有追到，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，可丢脸了。战远呢，还是年轻气盛，担心丢脸，连父母都不想说，就怕自己追妻失败，回来会被大家笑，丢了颜面。海童爽快地答应了，我不会跟爸妈说的。不过我刚才劝妈的时候提了一嘴，我说你忽然要去给别人当厨师，有可能是那家人有个适婚女儿，是奶奶给你挑的妻子人选。然后妈就说载大载世界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她管不了那么多。战远，大嫂，你真能猜。他一直不往说连亲亲的大哥，他都还没有说，居然被大嫂猜到了。海童笑道，你也20好几了，奶奶经常到处跑，他老人家嘴上说老6老7都还年轻，其实也在为你们精挑细选的了。那老7呢，确实还年轻点儿，他才23、24岁，但你比老7大了2、3岁，追妻也要花点时间，等到你要结婚的时候，说不定你都30岁了呢，不足30岁，4舍5入也有30岁。战远，大嫂被奶奶传染了，说我们的年龄老喜欢用4舍5入法，用4舍5入法，我现在都30了。海童嘻嘻的笑，时间过得很快的，你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转眼间就人到中年。大嫂不要告诉爸妈，女方是哪里人，姓什么的就行，这样就算妈知道我是追妻去了，只要她不知道欧阳小姐，我可以装着真的去当厨师，到时候追妻不成功，自己回来了就说我被主家炒鱿鱼了。海童笑道，行，我不说，我保证不说。你大哥那里可以说吗？战远纠结了一下后说道，大哥无所谓，我以后若是需要大哥帮忙，还得麻烦大哥不跟他说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帮我呀。海童低低的笑，工作上的事你大哥可以帮你，但是感情上的事你找你大哥没用，以后若是感情上的问题，你问我吧，我比你大哥懂。战印对女人不甚了解，用他的话说，他对异性的了解都用到他身上了，就再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了解其他女性。每个女人性格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因为其他女人的事问他呀，那是白问。他说的海童是无法复制的，就算有人性格和海童差不多，那也不是海童。身为战印的亲弟弟，战远也清楚自家大哥是什么人。大嫂既然主动承诺有事就帮他，他连忙道谢。那大嫂肯帮他，就等于是大哥帮他了。谁不知道大哥是个宠妻狂魔呀？以前在管城商界流传着一句话，不要得罪战少。现在那句话已经改了，改成不要得罪战家大少奶奶，那比得罪战少还要后果严重。宁愿得罪战少，也不要得罪大少奶奶。大嫂，我进去向妈道个歉，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因为我妈才会跟爸拌嘴。海童恩着，他和战远一起进屋的。战丽蓉呢，早就哄住了老婆。唐君夜本来也不生气了，看到丈夫大晚上匆匆地赶过来接她回家，她反而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无理取闹了。战丽蓉还跟她说，如果她实在接受不了老六去给别人当厨师，她也不当开明的父亲了，一定会阻拦着老六去当厨师的。经过儿媳妇的开解呢，再加上老六有可能是给未来的小儿媳妇当厨师，是为了追妻呢，他总不能拦着小儿子追妻吧？那唐君夜便反过来开解丈夫了，他不会再拦着小儿子做任何事。
毕竟是成年人了，用四舍五入法算年龄。那老六都30岁的人，他还管那么多做什么？做着海童肚里的孩子出生，他含饴弄孙。哎呀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管那么多做什么呀？那虽然呢，唐君业对于未来的小儿媳妇也很感兴趣啊，很想知道对方是哪里人，家世如何，长相如何。小儿子没有说出来，他又不好过问，倒是可以肯定一点，就女方的人品没问题。婆婆挑的人，唐君业还是信得过的。那看海童，还有宁云初以及乔涵，就没有一个差的。哎，老人家的眼光好得很啊。妈，站远进来，见到父母坐在沙发上说着什么，他走过去叫了母亲一声。唐君业抬头看着小儿子，阿远也来了呀。妈就是来你大哥这里看看，打算在这里住上2天的，陪陪你大嫂的。妈又不是离家出走。站远观察到母亲完全没有了怒气，悬着的心放下来。他就边坐下边笑道：妈怎么可能是离家出走呀？妈就是想我大哥大嫂了，过来住几天的。但是妈，你漏了我爸呀。我爸离不开妈的，妈不在家。我爸是吃不下睡不着，这不，我就连夜把我爸给送过来了。唐君业扭头看看身边的丈夫，战丽蓉故意垮着老脸，其实她保养得很好，看上去像是战印的大哥。就是君业，你要过来也不带着我，把我丢在家里，咱们是夫妻，公不离婆，秤不离砣的。你把我丢在家里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想阿印了，想海童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岂有不陪你过来的。瞟到坐在妻子大腿上的洋洋，战丽蓉补充了一句：你想洋洋，我也想洋洋的。被点名的洋洋扬起小脸，看看唐君业，又看看战丽蓉，最后看向战远和自家海童，不太明白怎么就扯到了自己。那他只是让唐奶奶陪他看动画片而已。那然后战爷爷就来了，战爷爷当着他的面拉着唐奶奶的手说了很多话，唐奶奶好像脸红了，然后让他自己看电视，把战爷爷拉上楼去。刚下楼2分钟，小姨和战六叔就进来了。我也想唐奶奶。洋洋闪烁着大眼睛说了一句，众人呢都笑了起来。洋洋莫名其妙的很快也跟着笑。海童对外甥说道：洋洋该上楼洗澡了，洗澡后就睡觉，明天还要起来上幼儿园。小姨，我再看10分钟好不好？洋洋一听到小姨催他上楼洗睡了，忍不住讨价还价的呀。明天周五了哦。海童提醒着外甥，下午你陆叔叔去接你放学，然后陆叔叔带你坐飞机飞去江城，你妈妈在江城等着你和陆叔叔，他都想飞一趟江城，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。亲姐姐还警告他不听战印的话，等姐姐回来了收拾他，怕战印管不住他，他非要去江城，战印拿他没办法的，所以姐姐就提前警告他。就江城现在对于海家姐妹来说算是有点危险的，海陵挑大梁，她不会退缩，但妹妹怀着身孕，无论如何她也不会让妹妹来江城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儿子和妹妹都留在管城，就万一他出了什么事，好歹还有人帮他收尸。洋洋周五跟着陆东明去江城，那有陆东明跟随着海陵才会同意儿子过来。来也只是2天，以后他和凤氏家族的争斗白热化了，他不会再让洋洋来江城。现在还没有什么事，凤家对战家还有着忌惮，暂时不敢乱动，等到狗急跳墙时，凤家会做出什么事来就不知道了。洋洋顿时开心的道：小姨，我不看动画片了，我现在就上楼去洗澡，然后睡觉。洗了澡后我还要收拾东西。小家伙跟着海童出过远门，去过风尘山庄。那次出门时，海童给他买了个小行李箱，告诉他以后只要出远门，就用小行李箱装他的东西。说着，洋洋从唐君业的怀里滑落，
那还不忘向在场的人都道了晚安，然后开开心心的上楼去。唐君叶对海童说道：“童童，你让他自己洗澡呀。”海童说道：“他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了，现在我想帮他洗澡，他都不要。他说他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是女的，不能让女的帮他洗澡，很丢脸的。”众人又笑了起来。小屁孩一个，还知道男女有别的。不过海童还是跟着上楼去。那海童和洋洋上楼后呢，战远再次向母亲道歉。唐君叶说道：“妈不生气了，阿远，你爸和你大嫂都说得对，你已经是成年人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妈不用像你小时候那样管东管西的，你不是你大哥，不用挑着家族重担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只要你不偷不抢不犯法就行。回来的时候能给他带个儿媳妇回来就行。”这句话唐君叶没有说出口。小儿子并没有和他说是为了追妻，他就装着不知情了呢。儿子的感情之事，等他稳定了，他会告诉他的。不管儿媳妇是谁，只要是儿子喜欢的，他都能接受。当初呢，海童他都能接受。小儿媳妇家里能请得起私人厨师的，想来家庭条件不会差，他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谢谢妈的理解和支持。战远向母亲道谢，然后问着父母：“爸妈都打算在大哥这里住几天吗？你奶奶不在家，妈在这里照看你大嫂。你爸想回去就回去，我又拴住他。”战丽蓉立即说道：“君叶，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我可没有带着你的衣物过来。”战丽蓉笑道：“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在儿子这里留宿，咱们住的房间里还有我的换洗衣服的。”唐君叶噎了噎：“是哦，他都忘了这一点。阿远，你先回去吧，要去外地上班，在管城的工作要交代清楚，要跟你大哥说一声，让人接管你的工作，免得一团乱。”战远恩着：“妈，我知道的，我在这里等大哥回来，跟大哥说一声便是。他要去 X 省的 A 市入欧阳家当厨师，若是他应聘上了，短期内不会回来，在管城的工作就兼顾不到了，连他自己的生意也要拜托大哥帮他照看两下。虽然他手底下也有很多精英，还是需要有个人帮他照看几下的。这些事啊，都要和大哥说一声，让大哥看着安排一下。听彤彤说阿印今晚应酬可能会晚归，干脆你也在你大哥这里住一晚算了。”战远笑道：“妈，我等大哥回来聊过了再回去，也不碍事，我在附近也有房子，父母在大哥这里有房间，有换洗的衣物，他可以住客房，但没有换洗衣物。他们兄弟几个在管城都有不少的房产，平时根本不需要在兄弟的家里留宿。也行，那你在这里等你大哥，我和你爸年纪大了，熬不住夜。又不早了，先上楼休息。”唐君叶不再郁闷，心情大好。也就不觉得时间难熬了。战远这跟父母道了声晚安，看着父母上楼去，就唐君叶还去儿童房看了洋洋。洋洋已经洗好澡，换上了睡衣，准备休息，但是小家伙还睡不着，缠着海童给他讲故事呢。海童经营着一家书店，虽说不像小军那样经常看，闲时也会看些书，讲故事难不倒他。唐君叶进来看到洋洋听着故事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没有想睡的意思。海童时不时要说外甥一句：“洋洋，你闭上眼睛呀。”洋洋呢，听话的闭上眼睛，不过很快又会睁开。他睡不着呀，他还想玩一会儿。彤彤，妈来给洋洋讲故事吧。唐君叶心疼儿媳妇累着，轻声对海童说道。也不等海童同意，他就在床头柜上拿起了一本儿童读物，要给洋洋讲故事。海童没有拒绝婆婆的好意，她给婆婆腾了位置，说道：“我去检查一下洋洋的小行李。”她自己舒适的行李
看看小家伙有没有漏掉什么。唐君叶给洋洋讲睡前故事，海童则去检查小行李箱里的东西。洋洋给自己拿了一套最厚的睡衣。他通过大人的谈话内容知道江城那边是很冷的，就有时候还会下雪，还是大雪的那种，所以他给自己拿了最厚的睡衣，然后收拾了2天的衣物，把自己最厚的外套都带上，还有帽子、围巾、手套，以及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。除了这些，他还往行李箱里塞了2个他平时爱玩的玩具，以及几样他百吃不厌的零食。帮外甥检查完了行李箱后，海童又打开衣柜，多拿了2件保暖衣，塞进了行李箱里，就把小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小姨，我带的东西齐吗？洋洋坐起来问着小姨。海童嗯着夸赞他，洋洋收拾得不错，样样齐全。不愧是他教出来的外甥。唐君叶按洋洋躺下来，笑道：洋洋，睡觉了，别再坐起来，闭上眼睛。洋洋吐吐舌头，却又对唐君叶撒着娇：唐奶奶，你亲我一下，祝我有个好梦吗？好。唐君叶宠溺地轻点一下他的额头，很喜欢洋洋冲着他撒娇，就像儿子小时候一样。是小儿子，不是战印。阿印打小性子就严肃一板一眼的，才不会冲他撒娇呢。也就小儿子小时候会在他的怀里撒娇，但时间也不长，等到小儿子上了幼儿园，开始接受和兄长们一样的培训后，就变得懂事了，就很少再撒娇。妈，老六和爸回去了呀？海童轻声问着。没有，你爸说留在这里住几天，阿远有事要和阿印谈谈，等阿印回来了他再回去。妈要吃宵夜吗？我下楼给你们做点宵夜。不用，我们都没有吃宵夜的习惯，吃宵夜也容易长胖，真要吃也不用你去做，你别累着。唐君叶轻声说道，你要是累了，也甭等阿印回来，早点休息。洋洋这里有我看着，我保证不让他再玩闹下去。海童看向已经闭上了眼睛，似乎睡着了的外甥，低笑的道，洋洋很好哄睡的。小孩子嘛，就精力再旺盛，也还是个3、4岁大的孩子，沾到床哄一哄，就像周公举白旗投降了。洋洋偶尔还会睁开眼睛看看，确定大人还在，他才会放心的入睡呢。妈，那我先回房里洗澡吧。海童优雅的打了个呵欠。他也犯困了。唐君叶让他回房里休息。不用刻意等着战印回来的，战印工作忙，他尽量赶在晚上10点半回来，但有时候事情太多，他只能忙到深更半夜才归。战印临时才到家，他还喝了点酒，不过没有醉，一直在等着他回来的战远。听到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响声，起身走了出去。战印的专车驶到了主屋门口停下，保镖下车看到战远出来，先叫了一声六少爷，就赶紧帮战印拉开车门，想扶战印下车，他拒绝了。我没醉。战印低沉地道。大哥。战远上前几步，伸手想扶大哥一把，也被战印推开了。老六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看到亲弟弟，战印颇为意外。我只喝了1杯酒，没有醉，不用你们扶。我有点事要跟大哥说说，所以在这里等着大哥回来。战远还是扶了大哥一把，闻到酒味。他说到大哥喝的是烈酒吧，酒味很浓，谈得欢时就喝了点啊。战印边往屋里走，边自己闻了闻，问弟弟酒味很浓吗？会不会臭到你大嫂？他今晚可能要睡书房了。彤彤不喜欢他抽烟喝酒的。有时候应酬他抽了一烟，都要吃很多口香糖，去掉了烟味才敢回家，怕熏着他的老婆大人，特别是老婆现在怀着他们的爱情结晶啊。更不能让老婆闻到烟味。家里呢
是一点烟草味都没有的。这好友们都知道，在他家里不允许抽烟。战远不好接话，就他又不是大嫂，哪知道会不会熏到大嫂呀？战印自言自语的倒还真能闻到酒味。这么晚了，我也不去打扰彤彤了，等会儿就在书房里将就过一晚吧。他忽然又停下来，扭头问着弟弟：“我刚才好像看到爸妈的车都停在停车场上，他就没有看花眼吧？”战远答道：“爸妈都来了，奶奶外出会有，还没有回来。妈怕你照顾不好大嫂，就和爸过来住几天，能看着。”战印嘴角抽了抽，他怎么就照顾不好老婆了？父母过来是当电灯泡的，但父母来都来了，他又不能赶父母走。不对，父母一向识趣的很，轻易不会过来打扰他小夫妻俩。出什么事了吧？战印盯着弟弟看了片刻，问道：“老六，你闯祸了，还是爸妈吵架了？”战远连忙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可没有闯祸，我这么老实的人，怎么可能闯祸呀？爸妈也没有吵架，就是在某件事上意见不合，辩了几句而已。”战印表情严肃：“爸妈在某件事上意见不合，与你有关的事啊？”战远在心里腹诽着，大哥都喝了酒，头脑还那么清醒，一点都不好糊弄。大哥，你先坐吧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说着，战远屁颠屁颠地跑去给大哥倒水。战印走到沙发前坐下，电视还开着，音量调得很低，茶几上还有一壶茶以及一些零食。不用问也知道是弟弟在这里边看电视，边喝茶边吃零食，等他回来呀。战远呢，很快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他将那杯温开水放到了哥哥的面前，然后站在一旁，俊脸上堆着笑，一副等着大哥吩咐，他马上就事后的架势。战印抬头看他，低沉的道：“坐吧。”“好，谢谢大哥。”战远连忙坐下，这般客气，还说没有闯祸。说吧，你闯什么祸了？累得爸妈都意见不合。大哥，我真没有闯祸，就是想去 X 省的 A 市一趟。去 X 省的 A 市做什么？离过年不远了。你还跑那么远，打算不在家里过年？奶奶知道了，第一个扒你的皮。过年的时候，老人家就喜欢儿孙都回来，一家人齐齐整整的。再添几个孙媳妇，那就更好了。现在知道乔涵过年会跟着老三回来过年，会不会订婚，他暂时还没有收到新的消息。想来呢，这离订婚也不远了吧？乔涵都给老三证明了，就江城的人也知道乔涵原来是个女人。我想去应聘厨师，A 市的欧阳家招聘厨师。欧阳小姐爱吃，会吃，嘴巴特别挑。他家里的厨师要求特别高。我想去试试吧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战印蹙了蹙眉，松开了眉头后，他问：“奶奶给你挑中了欧阳家的千金 ，X 省的 A 市太远。X 省的 A 市貌似和 H 市是邻市吧？龙庭是那里的人，奶奶这是计划闯那浑水了。”那想到自己家和君家来往密切，老二家的眼睛又是君家四少奶奶治好的，商小飞以后会是君家的五少奶奶，而商小飞和海彤是表姐妹，战家和君家便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将来君家有什么事，战家不可能袖手旁观，但君家与战家都离 X 省的 H 市太远，以后若想帮龙庭一把，属于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如果在 X 省的 A 市有人脉，倒是能帮上一把。战印想得远，战远倒是没有想到这一层。那对于奶奶的提前布局，战印没有说出来，这也只是他的猜测。说不定呢，奶奶单纯的看中欧阳家的千金呢。战远的脸一红，真的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大哥，大哥就比大嫂还要精明。奶奶呢，是给我挑中了欧阳家的大小姐欧阳雅。战印一副就知道的表情。欧阳家有多少位千金？
欧阳家阴盛阳衰。欧阳雅这一辈的姐妹有7人，兄弟呢却只有2人。欧阳雅是姐妹中的老大，她是欧阳家族大房的长女。4房人只有大房和4房有个儿子，2、3房都只有闺女。欧阳雅一母同胞的有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弟弟跟她差了20岁，现在刚上小学1年级。由于欧阳家的少爷年纪太小，离接班远得很，故而欧阳家族的生意目前是由欧阳雅等姐妹共同打理的。欧阳雅是长房长女，兄弟姐妹中又是老大，担的担子更重。战印沉吟了片刻后，说道：“她是长女，你是幼子。都说幼子娶妻要娶长女，倒也般配。在一般的家庭里，幼子都是被宠着的那个，容易没有担当。娶妻就要娶长女，长女往往有担当，这样夫妻组合就不用担心没有人能主事了。”战远不觉得自己没用，他只是没有大哥那般稳重而已。奶奶给我挑的，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。他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，能不能培养出感情，更是未知数。顿了顿，战远笑道：“奶奶交给我任务了，我总要行动起来的，可不能像三哥那样半年都不动。现在还没有抱得美人归。”战远觉得他们是小弟也不错，至少能汲取哥哥们的教训，规避一下。奶奶帮你挑的一般都是好的，适合你脾性的。战印说了句，随即又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出发？”“下周1吧，这2天先把手里头的事情安排一下，安排不好的，大哥帮我看着处理一下。”“这么着急？”战印蹙了眉。战远有点不好意思地道：“欧阳家在 A 市是数1数2的豪门，进入欧阳家工作，薪资待遇都不会差，很吸引人的，主要是欧阳小姐精吃，很多人都是想去挑战一下。那边流传着几句话，说当厨的人若能在欧阳家里干上3个月，出来找工作抢手的很，能在欧阳家里干上半年以上，出来找工作各大酒店抢着要，若是能干上几年都不被辞退，那不得了，能够直接封厨神了。”战印失笑：“这么夸张？欧阳雅那么精吃？”“不仅是欧阳雅，其他几位千金小姐也是很精吃的，都是一军精吃的人，对吃很讲究，不就很考验厨艺？听说连一道普通的炒青菜都有很多学厨的人过不了关。”战印笑：“你这挑战性挺大的。弟弟未必就是对欧阳雅感兴趣了，毕竟只见过相片，还没有见过真人，更没有相处过，战远没那么容易动心。但是当欧阳家的厨师极具挑战性，战远最喜欢做菜，他就很想去挑战一下，看看自己学了10几20年的做菜本事，能不能给欧阳家当个厨师，那成功应聘之后能干上多久？这都是一个挑战。”战远点头：“就是呀，挑战性很强，所以我要去挑战一下，看看我的厨艺在吃尽山珍海味，各大派系菜的欧阳千金那里能撑上多少个月？你不以年算呀，信心不足。”战远说道：“我是很有信心，但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我在咱们管城倒是可以称得上是数1数2的大厨，但走出了管城就不好说了。以前我去参加厨艺比赛，都拿不到第1呢，只是获了奖。你那会儿才多大呀？不过是刚成年，现在都20好几了，见过了世面，也钻研了这么长时间，肯定有进步的吧？”战毅认为自己的弟弟是最好的大厨，老三都说你在做菜方面是最有天分的那个，让老三打理着战氏集团旗下的所有酒店，是因为他比战远大几岁，又能说会道的交际手腕很强，对饮食也极有心得，所以分管了旗下所有的酒店。战远谦虚的道：“三哥还是我学习的对象，你要去 X 省的 A 市给欧阳家当厨师，妈不同意吧？父母忽然来他这里住几天，亲弟弟又在他这里等他到深夜，想来是父母在这件事上意见不合。
母亲先过来的，父亲后面追来，就觉得自己闯了祸的弟弟再跟过来。战印都不用问就猜到了结果。战远默了默后说到，妈一开始不同意，她说我已经有自己的事业，经营的也很好，今年开始又帮着打理家族事业了。再喜欢做菜，在自己家里折腾，在酒店里折腾都可以，没必要跑去当个厨师。爸是支持我的，爸说我喜欢就好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然后妈就跟爸辩了几句，辩不过爸，一气之下回了房里，关上了房门，不让爸进去。爸拍了很久的门都进不去，爸就想让妈冷静冷静，然后走开了。谁知道妈趁爸走开了，悄悄地出门，就来了大哥这里。我和爸还以为妈一直在房里呢，还是妈气消了给爸发信息，知道妈过来了，我们才过来的。战远有点愧疚的道，爸妈感情一向很好，因为我的决定闹得不愉快，是我不孝呀。战远觉得自己不孝，但依旧没有说过要放弃去欧阳家应聘厨师的决定。哪对夫妻不会闹点小矛盾的？我和你大嫂闹得还少吗？现在不也好好的，夫妻相处需要沟通，沟通好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除非有一方蛮不讲理，无法沟通，那种蛮不讲理无法沟通的女人我们也不会娶，所以那种情况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。战远认真听着大哥跟他说的夫妻相处之道，家里的长辈都恩恩爱爱的，他从小耳闻目睹，虽未婚，其实已经懂得夫妻相处之道。大哥，我知道的呀，我和爸过来时，大嫂已经劝好了妈，妈现在已经不管我去做什么了，就谢谢大嫂帮我劝了妈。妈就是当时发牢骚，很快就能想清楚，不会真的拦着不让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你大嫂开导人还是有点本事的。战印说这话时一副与有容焉的样子。战远默默地吃了一肚子的狗粮。兄嫂随时都会秀恩爱，只要跟兄嫂相处一段时间，就会忍不住渴望爱情，渴望婚姻。你公司里的事来不及安排好的，大哥会抽个空过去帮你看看，不用担心公司的事。出门在外又是孤身一人，要小心点，注意点，不要惹是生非。咱们不欺负人，但也不要被别人欺负。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回来，虽说离得远了点儿，兄弟们坐上私人飞机飞过去也就几个小时。战印就叮嘱着弟弟，带上几个人过去，遇到急事了，好歹有几个人用一用。战远想说什么，他大哥还在说，带去的人不用带着进欧阳家，当然了，他们要是有本事能跟着进欧阳家就更好，进不了就让他们在附近随便找点事情做，打发时间。大哥，我是去打工的，还带着保镖去不太好吧？又没有叫你告诉所有人，你带着保镖出门打工，你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就怕万一遇到什么事，就算我们立即赶过去，也要几个小时之后。你身边没有人，我们始终不放心的，带上几个保镖过去，是应急用的。大哥都这样说了，那战远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能答应了。带着保镖出远门打工，大概只有他战远吧。